各位朋友，今天的盘头马内容既是对上一个视频内容的复习，也是延续新的小分支变化。可以说今天这局出现了一个局面，6种进攻的手法，每一种都是稳扎稳打，让大家掌握基本的进攻手法。我们就快速进入基本的棋局。红方起横车，黑方两头蛇，前面都是基本的地势走法。平车站内走巡河炮，将来掩护上马。红方上马，黑方过于急躁，这步棋可以说导致失败的根本原因。当然后续也是因为两个车出动比较缓慢。下一步棋准备平炮打车，红方冲兵拆你炮台，黑方先手打车，红方调转方向，黑方进卒吃掉，红方冲兵迫使黑方的4路马定位，黑方上马交换。交换完毕呢，其实黑方他也有他的小心思，两个车比较缓慢的话，快速抢夺先手，把车给开动出来。红方避让，接下来摆上当头炮。此时红方进车吃卒，相对而言比上马吃卒的话更加凶猛。先手抓着马，黑方车9进2先保住，红方出车，黑方也快速出车，将来形成一定的攻势。此时红方先下手，进车卡马，吃着炮，同时走相位马。黑方并没有闪，而是选择平车吃兵，选择交换。红方上马，黑方进炮封车，看起来都还不错。此时红方跳马来袭，下步棋卧槽将军带抽车。黑方眼见有便宜可占，先手进炮打条兵，先手来个将军，红方乘势。好了，接下来得防止红方这一匹马。黑方的第一个抉择就是选择乘势锁住你这块子力，但是红方一招回马金枪，立刻出现3个局面。平车砍中卒，将军带抽炮，进炮给你拔掉，将来再还价当头炮，还有最明显的回马吃车。黑方迫于无奈，先下手将军对调炮，红方吃掉。吃完之后呢，这里出现3个局面，平车抓马，平车占据内道线，都是得不偿失。我们继续看他平车吃掉1路兵、9路兵的变化。那么在这里红方看起来很明显，跳马卧槽，同时要跳马挂角。但是红方的走棋稳扎稳打，循序渐进，车2平3，豁然开朗，先把后方的子力全部给解放出来，将来稳扎稳打，循序渐进。抓着马，黑方只好选择退，接下来再策马奔腾，下一步棋跳马卧槽就有杀。黑方选择平车占据内道线，红方跳马一将军，老将起不来双车有杀，也出不去，仅此一招退车防守，顺手平车吃掉卒，带着先手将军，黑方退势，这个9路车将来有出路。好了，走到这里之后呢，红方回马金枪再打车，黑方迫于无奈，只好选择闪开。接下来这步棋就是和前面有不同之处了。眼看红方是车马炮3子成一个非常好的立体进攻状态，但是黑方它是双车形成双层守护，红方启动后援力量，进车抓炮是一个先手。那么前面我们讲了，黑方如果说扔个底炮的话，那红方直接来一招欺负黑方这个车，豁然开朗，同时借助先手进车底线，针对底线3路象采取一系列进攻，可以说黑方输得非常的惨。好，那么我们在这里返回来一点，黑方失败的原因主要也是因为过于急躁进攻，然而后方疏于防守。那么他比较稳妥的第2个策略就是退炮回来，将来在2线还形成一定的双层守护。红方接下来又该如何进攻呢？你现在再过来欺负我这个车我就不怕你了，你再来我就直接给你吃掉，你跳马一炮给你打过来，同时还瞄着你的底下。那红方此时可得从长计议了。大家来看一看，换作是你的话，接下来走哪一步棋呢？可以说这招棋威震八方。炮6进2巡河炮，它的主要目的是平炮架上当头炮，将来车马炮3子成立体进攻。但是还有一个侧面的影响，就是摆炮打车打马。可以说这步棋威震到了黑方的车。黑方一看，只好先选择冲卒。红方顺利摆上当头炮，下一步棋就有非常凶猛的进攻，进车砍士，同时还可以带抽。
那么黑方在这里接下来有几个策略呢？首先我们来看一下，当然呢，棋局有出将的走法，还有飞象的走法。我们首先看比较潜在的出将走法，虽说这个比较简单，但是我们也稍微为大家点破一下，大家看看红方如何破局呢？这里其实也非常的简单，上马踩士这步棋就豁然开朗。首先说明我现在车马炮3个子夺你一个中士，看起来你就是2个，一个车守护，一个士守护。现在即便是强拼的话，火拼红方也是得子，同时将来把双士破掉之后呢，红方有双车，这个局面之下很明显缺士怕双车。那么即便是你现在不吃也不为过啊，我回马将来将军的话，中路这一块比较空虚，你还是很难防守，还有平车过来。所以说这个变化我们在这里就不做过多的提议。我们看它象3进5的变化，那么当然呢也有象7进5，实际上相差无异。好了，接下来大家在这里看看，换作是你的话，接下来如何进攻呢？可以说如果说走对这一步棋立刻锁定胜局。我们前面的走法是选择进车砍象，但是在这里显然是不成立的，因为它车和象的话双层守护。那么在急进中兵的时候呢，我们同样讲过这样一个招法，上马破士入局，今天在这里依然是非常的实用。只要这步棋走对之后，黑方将难以招架。我们来看看，现在上马破士之后呢，黑方出现6个抉择。首先吃马，称士吃，进将吃，品车吃，这就有3个办法。第二个不吃你马，选择出将，这是逃的变化，既有吃马还有逃。那第3个策略的话，就是选择品车卡马以及平炮卡马，这6个变化我们分别讲解。首先我们看感觉稳妥一点的话，乘势吃掉这个马，那红方在这里有厉害招法，大家来看看。综合上一局的内容，相信棋友们一眼就能够发现，进车砍象一招非常凶啊。现在下一步棋进车砍象是将着军，那这里还吃了你车，你飞象我进车底线杀棋，你平车吃我同样杀。但是黑方在这里综合考虑之后呢，前2个都不可取，采取了一个车9平6，这步棋还是稍微有点顽强。大家来看看接下来红方又该怎么走呢？这里红方又用了一招可以说赚到黑方2个车，直接平车吃掉。黑方先手将着军，黑方只好乘势吃，此时进车砍象，先手一将军上来，退车一将军，吃掉车。吃完之后，这里还捉着马炮，红方现在是车炮，黑方将来会剩一个单炮或者马，这样的话红方是必胜局面。黑方第2个策略，将5进1吃掉红马，那这个走法不仅简单而且凶狠，红方进车一将军，黑方只能退将，寻求平稳的话，品车先吃车，锁定胜势。当然在这里还有凶狠的招法，大家也来看看，看你会不会走错。虽说比较凶狠，不仔细的话很容易走成进车吃象，看起来先手将着军，以为黑方能称势，将来4车见面。但是如果说黑方将5平4的话，这个4车见面红方是没有胜算的，反而黑方对完车之后，他还有暂解燃眉之急。所以说红方在这里切不可掉以轻心。我们返回来，但是红方在这里只需要走对一步棋便可速速胜利。好了，不知道棋友们想到没有，车5平7，当然车5平9吃卒呢也是比较稳妥，平7呢更加快捷。现在中炮将着军，老将要么出去的话再摆车一将也是杀棋，现在就看你飞象怎么飞，象飞开，或者说乘势进车杀，可以说多种杀法。黑方迫于无奈，他最终稳妥的走法就是将5平4。好了，此时一招平车将军，黑方仅此一步，因为中路来不了，品车杀，凶狠无比。再看第3个，品车吃掉红马，那这样的话车就被陷在中间了。
红方一招品车砍掉卒的话，迅速进底就是个杀棋。黑方现在想解杀，仅此一招，将五平四。那么在这里啊，先前这个车啊，它是有很好的传动性，迅速品车过来。好了，很明确。现在你进去的话，我进车底线杀棋也是同样，品车挡住，进车承压军杀法。看来前面3个吃马的变化都是必败无疑，不能吃的话，那就选择逃。但是在这里一逃的话，红方此时一招回马金枪，挂角将军。黑方老将他不能进去啊，进去砍象就是个杀。那如果说上来呢，这里同样也是比较简单，品车照头也是杀。那没有办法，只能针对这个马采取策略，要么平车，要么平炮。如果说平炮的话，品车照头杀棋，显然不能动这个炮，只能平车卡住。好了，凶狠的招法，平车一将军露出中炮，老将进不来，仅此一招，平炮先挡住。接下来朋友们，这也是训练你残局杀法的时候到了，看你能不能快速做出反应呢？直接走出来，弃车砍炮，来个先手将军。黑方老将动不了，仅此一步，吃掉。此时一招平车，锁定胜局。虽说红马在黑方车口里面，但是红方先下手，照头一将，绝杀无解。综合前面4种方法，吃马也不行，逃将也不可以。那接下来的思路就是防守了。红方有平车卡住马，也有平炮卡住马，我们分别来看。此时红方一招品车杀卒的话，可以说侧翼出击，进车底线将来就有杀。黑方现在如果说称是吃马的，进车砍象是杀棋，老将不敢吃，品车也不敢走，也没有办法，勉勉强强的把车给升起来。那红方一招上马，这样的话将着军，同时底线有钓鱼马，黑方也没有办法，只好退象。这也是最为顽强的一个防守，既摆脱红方中炮将军，也是防止底线钓鱼马杀棋。但是调转枪头，先手一将军，现在称势以及平炮作用其实都一样。红方借助这个钓鱼马以及后方的炮，借着马炮使着车，先手一将军，只好摆象。这时候并没有平车，而是进车砍底象，杀棋。我们再看最后一种，黑方炮8平6卡住马。实际上这一招红方依然是故技重施，平车杀掉边卒，进车下底铁门栓杀。黑方现在如果说称是吃马的话，双车下底可谓是双龙出海，难以抵挡。那么在这里他选择了借助这个炮，我先给你对一步车。那这样走的话，红方回马金枪，中炮将着军，这个车就白白被抽掉了。当然这是棋局的走法，或许我们在这里，当红方平车吃完卒之后呢，黑方也可以不跟你对，选择平车，形成双卡马，将来退车防守。实际上这里依然是抵挡不住。我们直接快速走出来，进车一将军，黑方仅此一步，退车。这时候平车砍掉，先手来一个将军，平将吃掉。好了，这个后方车始终是畅通无阻。照头来一将，回马一将，接下来无论是称势还是摆炮，都是典型的铁门栓钓鱼马结合一起杀。好了，棋友们，今天这6种杀法可以说看起来非常简单，但是也包含了很多的运子技巧，也是为大家分享出来，提供基础朋友们在一起进行参考交流。如果说棋友们觉得还不错，欢迎长按点赞，强烈推荐一下，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。